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耐克的 Sabrina 4。前不久我剛測過 Sabrina 3啊，那双鞋真的是一双非常均衡，没什么特別明顯短板的籃球鞋，就是它的風格傾向確實有點不太明顯，沒什麼特別突出的亮點，整體的體驗有點過於平庸了。確實啊，它很可靠，也很好穿，但是沒法給到我們太多的驚喜感。而這一次的4代在配置方面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依舊是全掌的 Cushion 3.0加上一塊前掌的 Zoom 氣墊，只是這一次的4代它在中底給我們多加了一塊名為 Fly Plate 的前插板材，球鞋外側也做了硬质板材的包圍加固，而更多的用料那必然會帶來更多的重量。相比上一代，它的重量確實重了不少，单支42碼的重量相比上一代重了將近50克，來到了差不多380克左右，而且整一双鞋的重心會明顯靠下，上脚之後的体感重量明顯會比上一代來得沉。好在本身的重量也不算特別重，畢竟在400克以下嘛，穿上脚之後也并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負擔。那基礎配置差不多就是這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一雙耐克的Sabrina 4。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 Sabrina 4的鞋楦在上腳後的感覺啊，明顯會比上一代要寬一些，是一個正常偏寬的鞋楦，會更加適合正常腳型以及寬腳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如果你的腳型偏窄，那上一代的 Sabrina 3會更加適合你。而我身邊所有打球的朋友啊，在看到 Sabrina 4的第一反應都出奇的一致，就是這雙鞋的鞋頭是真的有點太尖了，看上去好像比以往任何一雙耐克的籃球鞋都要來得更尖一些，但實際上它跟3代的鞋頭造型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4代在鞋頭處的這一條縫線以及這個它在鞋尖上的橡膠凸起營造出來的視覺引導，會給我們一種這一次4代的鞋頭怎麼會那麼尖的錯覺。而且啊，因為4代的鞋楦更寬，反而對於大家的大腳趾會更加友好。反正我在穿這一雙鞋打球的這一段時間裡面，完全沒有感受到鞋面對於腳趾的壓迫，擔心母外翻的兄弟們可以放心購買。不過因為它的鞋楦比3代更寬了，所以啊，在動態鎖定方面的表現確實會略遜於3代，橫向移動時的體驗還不錯，在做一些大幅度變向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對抗的時候，雙腳在鞋內幾乎不會出現位移，但是在做急停動作的時候，頂腳趾的感覺會有點明顯。如果你跟我一樣腳型偏窄，那在穿這一雙鞋的時候，請務必把它最前面的這2對鞋帶孔給拉到最緊，這樣才能盡可能的去緩解頂腳趾的這個問題。不過在拉緊了鞋帶之後，你會明顯感覺到鞋面飛線給到雙腳的壓迫，會有一點點輕微的勒腳感。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動態鎖定，那這一點你必須要選擇接受。當然，這一次的4代除了在拉緊鞋帶之後會有那麼一點點輕微的勒腳感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舒適度都非常的在線，都是前幾代所不能比的。Sabrina 4的鞋面填充做得非常扎實，鞋面給到我們的靜態包裹極為舒適，並且在實戰一段時間把鞋面磨合開了之後，鞋面與雙腳之間的貼合度會比前幾代來得更高。但是啊，透氣性就比較一般了。雖然它兩側的鞋面看上去好像特別透氣，但是因為內部填充做得有點過於扎實了，穿上腳之後悶腳的感覺還是挺明顯的。它的透氣性啊，遠沒有看上去來得那麼出色。注重透氣的兄弟們盡量還是慎選。但是這一次4代的側向支撐在3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了提升，球鞋側面用了大量的硬質板材上扳，加強了球鞋的側向支撐。在實戰的過程中，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而且 Sabrina 4的板材用量非常大，不止球鞋側面啊，就連中底也用上了前插的硬質板材。這一次4代的中底，你只要一上腳就能感覺到，它跟前面幾代的感覺啊完全不一樣。前掌的氣墊感非常明顯，幾乎不需要磨合，而且中後段的腳感也特別的軟彈，前後掌的過渡也特別的絲滑，完全沒有任何斷層的感覺。這就是它前插板材所帶來的改變。而且啊，因為這一塊前插板材的硬度並不是特別高，所以前掌的彎折依舊特別輕鬆。不管是做一些變向動作啊，還是在做一些交叉步動作的時候，前掌在彎折的時候都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阻力，對於大家的下肢力量要求幾乎沒有。而它中底這一次所使用的 Cushion 3.0調教明顯偏軟，腳感特別好，屬於是那種一上腳就有的。而且因為有一塊前插的硬質板材，所以它的前掌氣墊在初上腳時就特別的明顯，那種獨屬於氣墊的澎湃腳感是別的材料沒法比的。但是啊，因為 Sabrina 4的氣墊厚度好像會稍稍有一點偏薄，所以在發力蹬地的時候，前掌氣墊的推進感並不是特別明顯。但是畢竟是有前插板材
材的加持，所以此消彼长，整体体验下来3代和4代在前掌推进的这一点上区別並不是特別大。不過它倆的腳感完完全全是不一樣的，3代更韌，4代更軟。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腳感，那4代一定會更加適合你。那中底調軟了之後大家一定會比較擔心它在穩定性方面的表現是不是會比不上前面幾代。這一點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Sabrina 4在後掌外側做了一個非常具有針對性的硬質板材加固，雖然它後跟的緩震材料整體偏軟，但是它的穩定性表現特別棒，甚至會比前幾代來得更加出色。穿它打球心裡面就非常放心，在做動作的時候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後顧之憂。而且這麼多的硬質板材加固，讓它擁有了整一個系列當中最為出色的強度表現。在我這一段時間的穿着體驗下來，中底的強度衰減幾乎沒有，而且更軟的中底加上中底的前插硬質板材，還能讓它有更好的中底過渡。不管是在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的時候，從後掌过渡到前掌都特別的絲滑，完全不會有斷層的感覺。不過跑跳體驗依舊比較平庸，不會有特別明顯的運動表現方面的加成。注重運動表現加成的兄弟們 ，Sabrina 這一個系列依舊不會是一個好的選擇。而至於它的抓地，相比上一代會有那麼一點點的下降，但是依舊夠用。在乾淨的場地上，依舊能夠做到指哪打哪，想停就停。在有灰塵的場地上，只需要我們時不時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證腳底下有夠用的抓地力。而且因為它的外底用的仍舊是 XDR 的耐磨橡胶，所以想要用來打外场也完全 OK。加上它比上一代更好的中底缓震，我190斤的體重在单纯使用脚後跟着地的時候，也幾乎不會震腳。所以相比上一代，4代在外场的穿着體驗會比前幾代都要來得更加出色。Sabrina 4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B+，這一雙鞋依舊有着非常帥氣的外觀，但是在穿着體驗上跟上一代可以說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兩雙鞋。這一代會更加注重腳感，也會更加適合寬腳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但是它的定位還是沒變，仍舊是一雙比較全面、適配性非常廣的外線水桶鞋。在歐文離開耐克之後，耐克就一直缺少一個可以替代歐文系列的產品。有很多人說，莫蘭特不就是嗎？但是莫蘭特這一個系列一直主打的是運動表現，是跑跳體驗，而 Sabrina 它有着更廣的適配人群，更舒適的穿着體驗，外觀配色啥的也都做得特別好。我覺得 Sabrina 這一個系列才會是歐文系列的接班人，主打終端市場，適配人群非常廣的一個外線水桶鞋。而且這一代的變化也確實跟歐文在耐克後期的鞋款會比較像，更加注重腳感，更加厚實，也會更加偏肉一些，沒有了之前幾代身上那種輕巧靈動的感覺。那這一雙鞋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對於腳感有要求，需要出色緩震的寬腳或者正常腳後衛，應該都會喜歡這一雙鞋。但是如果你是窄腳，或者你喜歡中底更韌一些的籃球鞋，那3代會是更好的選擇。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